各位大家好 ，Minecraft 基岩版终于在本周发布了，2026年的首个快照，26.0.27的預覽版本，主要是加入了今年小更新的新內容，還有其他的一些內容優化。這次就直接開始本期正片吧。首先，這次更新了幼年的雞、牛、豬、狼、綿羊、蘑菇、貓和豹貓生物的紋理和模型，其中牛、狼和蘑菇均更改了成年和幼年變種的碰撞箱，以匹配 Java 版特性和新模型。豬、貓和狼的幼年變種現在也擁有了獨特的音效。接下來展示音效的效果。同時，兔子也更新了新的模型還有紋理。現在來看，兔子的模型更大了，但是跑的速度也變得更慢了，並且也擁有了新的動畫。命名牌現在可以使用任意一個金屬粒和一張紙合成。相比之前釣魚獲取和村民交易的方式比之前方便多了。需要注意，要通過開啟相關實驗性選項才能體驗以上的新內容。接下來是其他內容的更改，現在可以通過手持刷怪蛋，右鍵點擊部分生物即可生成對應的幼年生物變種。如果是觸屏模式下，則會顯示生成幼崽的按鈕，點擊按鈕或長按生物即可生成幼年生物變種。這個特性也和 Java 版一樣做到了同步，更改了去皮雲杉原木和去皮雲杉木紋理，以匹配 Java 版特性。現在幼年擬屍、屍殼、僵屍村民和僵屍豬靈也可以騎乘幼年雞，和幼年僵屍一樣成為一個機騎士的形態，並且它們有時還可以隨機騎乘部分可騎乘的生物。為鸚鵡螺和僵屍鸚鵡螺加入了在陸地上裝備鞍的音效。骷髏馬、僵屍馬、駱駝屍殼和僵屍鸚鵡螺現在不再會被完整框架激活的潮湧核心攻擊，同時也不再會阻止附近的玩家睡覺。現在生物手持的物品也會隨着該生物變得半透明。裝備鞍的音效不再播放2次，同時通過 UI 裝備鸚鵡螺鎧還會播放裝備音效。更新了 Android 平台的圖片選取器，現在是直接訪問系統相冊的內容，並且修復了安卓高版本系統無法導入自定義皮膚的問題。使用高清級別的紋理包時，手持物品的模型也不再會變大，這也是修復了存在2年多的一個問題。修復了觸控模式選擇 UI 下的動畫演示出現色調不正常的現象，加入了設置界面的 All UI 版本，目前只能通過修改內部文件才可以看到。這個新 UI 相對於舊 UI 來說有了一些改善，有了一些選項上的介紹，後續會逐步跟進開放，需要注意一下。沒有完善的新版 UI 會直接跳轉到單獨的舊 UI 界面，其他的新 UI 後續也會更新。那麼本周的視頻內容就到這裡了，感謝大家觀看。如果喜歡本期視頻，大家不妨來個3連關注支持一下。製作不易，下期視頻再見。